大家好，我们是这样子的，就爱跟风。我是风，不务正业的发型师。我是 Judy Chow， 最疯癫的造型师。你知道我今年在不丹旅行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一件事情。什么？在不丹是没有任何的街友。真的假的？很神秘，这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那反观我们台湾这么有爱，但我们台湾好像还蛮多街友的，为什么？对啊，对，还是有街友的问题。我刚从不丹回来的时候，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发现我们台湾的街友其实还不少，大概还有9000位。哇！所以我在想，我们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去请教一些专业的社福机构？对，我觉得要。那我们就这样子走。刚才你们所提到在网络上所找到的台湾有9000多位街友这个数字呢，它其实是错的。我猜应该是媒体在报道这个街友的议题的时候呢，误植了相关的数字。其实那9000多应该是被查访了9000多次，也就是说，实际上的人数并没有那么多。那目前我们最新的统计，台湾的街友的人数大概是2500多位。相较于邻近的其他国家，譬如韩国或者是欧美、美国这样子的大城市来讲，可能一个城市的街友的人数就数以万计。相较于台湾来讲，我们台湾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其实大部分的街友，他走在路上，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他其实是街友。70%的街友，他其实是自食其力的，他会去打零工，但是呢，他们的收入比较低，没有办法负担像在台北市这样子这么高的租金，所以只能够选择在公共的空间露宿，来节省他生活上的成本。我们芒草其实每年会办那个流浪生活体验营，就是从工作然后体验到晚上露宿街头。你们会想要试试看吗？街友的一天吗？就从早到晚。对，就从清晨然后到夜晚。那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啊？比如说出工啊、举牌、派报，然后有些人会去卖大字，就是街头。爱看大字杂志，你就去卖大字，一本100元。那如果我要做出工呢？你要做出工，对，你可以打电话给那个派报社，然后他就会帮你安排，或者是你早上清晨6点的时候，在艋舺公园的早点起床去拍，对，可是很辛苦哦，一天8个小时。我不怕，我们就是要好好来体验。那我们就出发啦！滑到后面真的笑不出来了，有一点小灰心。很想要上前问人家要不要剪头发，但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整个感觉是蛮酸的。对，我应该是第一个台湾的旅行，虽然台北车，他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或是这样。有一个女生被打，警察都在这边。突然就有一个街友就是赶我走这样。刚刚这边的朋友跟我们说6点半会有人来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去集合。从4点半等到现在，希望今天可以有工作做。好紧张哦！其实我昨天完全没有睡好，因为我第一次人生要有这样子的体验街友的一天的生活，然后我现在要去找那个资深的街友飞机大哥，跟他一起卖那个大吃杂志。飞机哥吗？飞机哥，真的是你啊？对，是我。你要怎么开始？对，我要怎么？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好，标准就是这一件背心嘛。如果你要穿，我就借给你穿。好啊，好。帽子你不要试看看。应该可以带2个吧？那我想问一下大哥，就是一天你平均可以卖几本？卖到6，如果你能够卖到3本，我就分给你。自从学生时代之后，我就没有在街上这样子兜售，或是发传单什么之类的。大字杂志帮助弱势，谢谢。大字杂志帮助弱势，谢谢。大字杂志帮助弱势，谢谢。城市的人啊，大家都绷着脸，然后走超快，完全不会多看，就是把自己都好像防卫的很紧，感觉比较冷漠一点。我们今天总共有多少份啊？500份。好，你好。
连续6台车都没有开窗户看我一眼，一直被拒绝。谢谢，这比我原来的工作难度太高了。你好，谢谢。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哎，大哥好厉害。切钱啊，来帮我。对啊，应该好吗？可以。谢谢，我的天哪！我今天终于卖出了1本大志杂志了，而且是认出我的粉丝买的。我打扮成这样还认得出来。大志杂志帮助弱势街友。谢谢你，谢谢100块。多少？谢谢。平常有在买。谢谢，拜拜。谢谢，是给我的吗？我天哪！隔壁摊的阿婆刚送我面包吃，完全不认识她，就是那个卖饼干的婆婆，好感动哦。我在后面真的笑不出来了。我平时自己在店里面的工作都是客户有需求，然后来店里面找我。但来到这边，跟我的工作性质其实真的很不一样。比如有些人他根本连看你都不看你一眼，或者是就是用斜眼瞪你一眼。我觉得这份工作要练习自己把这些感觉都把它关起来，就像大哥说的，把它努力的发完就下班了。陈大哥，那我下班了吗？下班了。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这么照顾我，还跟我分享这么多。大志杂志帮助弱势街友。杂志帮助弱势街友。飞机大哥也会来。天哪，很累哦。我卖了6本。哇，不是小确幸，是大确幸了。我很认真卖，我这样卖起来，其实我觉得最难熬的是要忍受那个路人的冷漠的眼光，因为这边人潮很多，大概1个小时，大概快接近1000个人了吧，你要被1000个人拒绝，然后才有可能卖出1本，或是甚至没有人跟你买，这怎么度过的啊？那我的想法就是顺其自然。好，这就是我今天的战果。第一次觉得600块这么多，因为这真的是我很努力认真赚来的，我就会觉得这个格外的重。我以前都觉得几百块不算什么，可我今天觉得600块好多，因为这真的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飞机哥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体验，我真的人生有点改观。你好，我是今天来跟你交接班的，下午就是我了。OK。我们要举起来吗？要举起来，就是这个脚跟这个脚这样，然后是这样有点斜过来，斜的，这样是有点，对。等于你放是这样吗？对。然后搬过去，搬过来这里，把它绑起来。对，把它绑起来。第2份工作在最热闹的忠孝东路上面。OK， 我现在早上终于已经体验完那个街友的工作了。然后呢，其实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我晚上要露宿街头，所以那个芒草心协会就是专门帮助街友这个协会，帮我引荐了一个就是很熟悉台北车站那边的一个，以前是街友，但现在已经就是辅导成为导览人员的贾西亚贾大哥。然后我要跟他请教一下露宿街头的一些撇步，好像有看到了，哎。贾大哥吗？贾西亚，你好，我是 Judy。嗨，对，真的是麻烦你，就是一接触贾西亚大哥，我就发现他是一位很认真的人，对于我的疑问与担忧，他都耐心地为我解答。贾西亚大哥从很小就开始寄宿亲戚家生活，后来因为家庭变故，也就此展开他的流浪人生。台北车站曾经是他的家，我要向这位大前辈请教，今晚该如何顺利度过？万一半夜早上，对，就是半夜哈。你是女生？不是，大家睡觉的时候哈，你找个隐秘的地方上个厕所就好，因为半夜的时候已经人很少了啦，大家都看不到。结论是还是要去找个隐秘的地方。真的好热哦。我觉得我不能一直处在这边，我一定要想一些办法，给他赚一些钱。我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让我来剪头发，因为我今天有带我的剪发的工具。Hello， 小姐。Hello， 小姐。小
小姐，你要不要裁剪一下你的头发？修一点点，不需要。剪一刀，层次，不用。你晚上你就要设法找个纸箱，对，先找纸箱，对不对？然后你先跟女生先把弄一下，说你今天晚上睡在哪里，我可不可以睡在你旁边？哦，还是要先打招呼一下。拜托你以为随便睡啊？在外面容易被欺负啊，女生就会被欺负啊。而且像你那么漂亮的人，感觉好像那边站了3年哦，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在这个环境，感觉自己好渺小。下班，终于加班了，这非常辛苦。我觉得比发传单还辛苦。搬东西还比较快乐。大哥，我问你的家人呢？我没有家，没有家人，就只有你一个人。我以前是送货司机，可是脚受伤之后，有陆续的工作了，就是说有被排斥，也没办法。好重，加油！谢谢，拜拜，辛苦了。觉得上午的时候，我还处在一个好奇跟亢奋的状态，包含我们一大早去排工作，我都还是抱着一种很新鲜。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它一点都不有趣，因为它是每天在发生，所以我整个感觉是蛮酸的。天哪，耶！我刚刚心里一直在想说，我可不可以不只是赚那800，然后我要怎么样可以再赚更多？但我真的办不到哎，然后我就好沮丧。其实呢，我们所认识的街友没有一个会不希望自己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在台北市租一个房子至少也要8000块到1万块。那这个其实已经可能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所以街友他没有办法脱离街头，其实是有非常多系统性的因素的影响。在街头上露宿的时候，我们政府还是要保障他最基本的安全跟庇护，所以这样在极端的气候的时候，例如极低温的时候，或者是台风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启临时的庇护服务，让街友进到我们的庇护中心当中做短期的临时庇护。飞机大哥跟贾西亚他们跟我说，火车站附近有一个专门照顾女性街友的店，叫重修旧好。我现在就要过去请教，希望可以做好准备。性街友的人数比悬殊，之前都是1:10。哦，1:10。对，然后台北市其实针对女性街友的服务的机构也很少，专门服务的是0。我认识的大姐们，她们之前洗澡都是去女厕用擦的，擦澡，有的会去运动中心洗澡。好，上去看一下洗澡的地方。我们在特写一下设备，其实真的超干净，会比我们家厕所还干净。我们家洗澡了。洗完澡了，卸完妆了，好，我就喝完最后一口茶，我今天就再也不喝水，因为我很怕尿尿。好，真的谢谢你们，谢谢重修旧好的，他给了我很多资讯，就是女性街友的生存之道。好，谢谢，拜拜。刚刚那个重修旧好的人就是教我说，女性的街友都聚集在东三门。他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其实像台北车站就是有分东西南北嘛，然后他说通常南边就是被比较有势力、有资源的街友大哥给占据了，因为南边是最好位置，是坐北朝南嘛，就不会受到那个日光的直照。东边这一块就是会受到直接日照，所以是最热，然后又冬天又最冷，所以通常都是给最弱势的，就是女生街友，然后聚集在这边。对啊，我听完这个就好难过，就原来在街友圈里面也会有分，好像有点阶级，女生还是偏弱势的。的确，女性在街头是承受的比较高的风险，例如在我台北车站这边就发生过女性被性骚扰被带到厕所里面去性侵这样子的案例。那在西门町那边也有发生过有年轻人拿
排泄物直接倒在街友的头上，甚至在艋舺公园这边，我也有看过，就是有喝醉的酒客，就是沿着街友睡觉的地方，就是一个一个街友的用脚踢下去。那也有发生过在三重那边的地下道，有人拿玩具枪、空气枪去随机的扫射的街友，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街友都承受这样子的风险。现在已经到了艋舺，然后我现在第一步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找到我今天住宿的地方，因为时间也不早了。请问这有卖纸箱吗？老板，这有纸箱可以卖吗？好，那我要4个。根本就是为我而准备的吧？这就是我的梦幻之屋。好，现在晚上8点多，我已经开始了我的露宿街头的这个体验跟挑战。然后因为其实我真的还蛮害怕的，所以我先选择在一个很亮的地方，就是路灯这边。我刚刚看好像是西门这边人比较少，可能是因为警察局在这个方位吧，这边有个警察局。刚刚好像也没有特别看到女生的街友聚集的地方，对啊，所以我就先在这个路灯下。我不要，我不吃，谢谢。大姐，你每次都会跑过来发东西哦？不一定。你多久来这边一次？不一定。哦，所以你是很常来这边？为什么会这么常来协助这些朋友们？也不是协助啦，因为我想说，有时候他们就是水果啦，就是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常知道这个啦。对。哦，你是在采访我吗？对，我想了解一下，我不会露你的脸，不会露你的脸，不会。现在是晚上9点30分，然后我把住的地方都打理好了，有几个冰箱，天气蛮闷热的，但是这么晚大家还是很热闹，没有睡觉。等一下来去晃一晃，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事情，因为也还睡不着。明天早上6点要跟 Judy 碰面。但我对他的了解就是，他肯定睡不着，因为他很胆小，然后再来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露宿在外面。刚刚有那个善心人士来发面包。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现在已经住了超过4个多小时，是第一个人有人来理我这样子，而且我是完全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突然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虽然常常这个城市常让我们感觉到很沮丧、挫折，很多很不开心的事情在发生，但是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很有爱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对啊。这个面包如此透支了，我真的觉得它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幸好是得到一个馒头了。这世界上有爱心的人太多了，真的是。隔壁的街友刚刚来偷看我，有点害怕。对他可能想说这个人是哪里新来的人吧。有一个女生被打，警察都在这边。完全没有想过，原来就是躺在他的这张本来是这样的东西。
今天这个街头体验，所以换到这个天桥上面。刚刚都有跟街友朋友们聊了一下，那我发觉其实他们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工作，最主要是他们希望有自己的房子，很多的原因，其中也有就是家人都已经不在了，那可能曾经自己是公司的老板，然后公司也倒闭，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支付他自己的房租以外，还有在外面欠的一些债务，所以其实蛮辛苦的。不敢相信我撑到了早上完全没睡。虽然说身体是累的，可是我精神上我觉得是充实的，因为我觉得整晚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我有好多就是一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想过的事情。哇，真的是早上的跟一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应该要对好像差不多要去跟峰那边会合，不知道他这样一整天过得怎么样。早安，早安！现在是早上5点30分，然后很想赶快回去睡到自己的床。我其实昨天有花了一段时间在观察大家，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时段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被揍，然后有一个喝醉的人鬼吼鬼叫，但后来看他们的相处之后，我就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坏人，包含那个一开始喝醉，我最害怕的那个人，他对着我大吼大叫，所以我吓到了。但其实他是很关心我，他是跟我说，叫我不要在那个位置，因为那个地方很多人会去那边尿尿，所以就是把我所有的感觉又全部都颠覆了。然后我当下其实是很安心的。那我的惊醒不是因为我害怕他们，是我有点没有安全感在那个环境。打瞌睡。周小竹，你还好吗？很累。有发生什么状况吗？就睡不好，对，很累。你现在是崩溃了是不是？睡不好，对，睡不好太累崩溃。那你觉得昨天的体验，你觉得这个城市对你来说会很冷漠吗？我觉得原本是冷漠的，可是后来发现，就是冷漠之后还是有人在默默付出爱，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城市还是有希望。我昨天整个体验下来，其实心里是有点受伤的，但我后来其实慢慢也都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些人可能他们也没有担任过像我们这样子有这么幸运的机会来去体验这个角色，然后能够体会跟体谅，然后也明白这些人的辛苦，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是站在一个不认识的方向的位置，但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体验，让更多人有这样的感受，也知道也了解，我相信这个热情会被燃起来。而且我觉得整个体验也是让我觉得不要用刻板印象去想别人或是想别人，就我这次也是让我觉得原来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对啊，会多一点是用不同角度或是换位思考，然后去看全面的事情，而且真的是最后是真的是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看着他们这一些就是都比我们更辛苦的人都还这么努力的活着，我们真的是人生其实没什么好知足很重要，对，好，体验成功。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按赞加分享。想看我们什么主题，请留言。如果你有接触街友的体验的话，请下面留言，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哦。我们下次见。